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唐楚洛和男朋友已经分手5年，现在又莫名其妙地被他抵在角落里，两人四目相望，没有惊喜，只让他觉得十分尴尬。你一点都没变。前男友周家衍从头到脚地打量他一眼，眼神里闪过一丝鄙夷，他还是如之前的花枝招展，看来分手后某人活得更滋润了。周家衍，听说你已经是一家公司的老板，恭喜你呀！唐楚洛撑起手来，想要把两人的距离拉开，谁料竟被他给压得更低，近在咫尺，连周遭的空气都变得稀薄了。要不要取悦我？他一丝邪气地笑了。啥？他脸颊刷的就红透了。周家衍这会儿贴近他的耳边，我这人很大度的，你要签合同，我自然会先紧着前女友。真的？唐楚洛一脸狐疑地盯着他。他明明是最嫉恶如仇，想当年两人谈恋爱时，某人可是最爱吃飞醋的，难不成是他格局太小了？跟我走。他扯着他的小手，大步走出来了酒会。你要带我去哪？唐楚洛心慌的想要挣脱，却被他攥得更紧，手心的力度让他只能跟着他上了一辆豪车。不得不说，才不过分开5年，周家衍不仅在国外有产业，还是本市有头有脸的人物。而他因为当年父亲的公司破产，已经成了一个苦逼打工人，不为3餐担忧，却是要为房租发愁。两人的地位和境遇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去酒店。周家衍说完，帮他系好安全带，一脚油门，车子飞速驶在马路上了。密闭的车里让唐楚洛心慌得厉害，若不是紧抿着双唇，估计心脏能从嗓子眼跳出来。麻烦送我回家。他是很想要签合同，但心里门清，这次再遇到周家衍才不会如他说的那般洒脱大度，若不让他蜕层皮，那就不是他了。而且他也是很有骨气的，士可杀不可辱，自己宁愿被赶出出租屋，也绝不会对他卑躬屈膝。即使心里还爱着他，那也要有一丝的底线。你不要谈合作吗？我的电脑就放酒店了。他慢条斯理地说。好吧，但我首先声明一下，我是在跟你谈合作，而非跟你叙旧。唐楚洛很没出息地答应了。我也没心情跟你叙旧。两人说得一本正经，结果一杯红酒下肚，唐楚洛竟主动搭上他的脖子，一脸醉意地勾一下他的下巴。周家衍，你真是长一张祸国殃民的俊脸啊！他可是号称一杯倒，还是一杯啤酒的量。周家衍之所以逼他喝酒，也是想听他的心里话。唐楚洛，你可是人丑心坏。他牵住他的下巴，一脸冷厉地瞪着他。人美心狠的女人，只会让他瞧不起。当年他分手有多决绝，现在他就有多恨他。说我丑，你还在怪我对吗？唐楚洛晃着他的头问。他现在已经喝醉，误以为这是在自己的梦里，才敢这般的大胆妄为，直接撩人地坐在他腿上，让一向冷情凉薄的周家衍耳廓微微泛红了。该死，他还是经不起某人的撩拨。周家衍直接在合同上签字，才一脸邪笑地扫一眼他，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。他就是要拿钱羞辱唐楚洛，曾经给自己的伤害，现在要一点一点地还给他。唐楚洛凑近他，再薄唇吻一下，两人就顺势跌进了一旁的大床上。久别重逢，
他们一触即发，折腾得更火热了。在他看来，这不过是一个美妙的梦，唐楚洛自然尽情地享受这一刻，直到尽兴。翌日清晨，唐楚洛忍着浑身酸痛，睁开美眸，望一眼地上凌乱的衣服，脑海里过电影般的撩人画面，让他吓得直接坐起身。难道这不是一场梦，而是他真的把某人给睡了？他整个人都慌了，跟前男友纠缠不清，还打着签合同的旗号，跟他抵死缠绵一夜。唐楚洛觉得他估计会死得很难看。喂，周总。唐楚洛给他打去电话，是想认真的解释清楚。有话就说，我正在开会。他明显有点不耐烦。唐楚洛清下嗓子，才低声地说，周总，我昨晚喝醉了，以为跟你在一起是在梦里呢，所以我就算跟你睡了，也没有轻视您的意思。他好像越描越黑了。睡都睡了，为何而睡有区别吗？白纸黑字的合同，你打电话过来，目的不会想借故赖上我吧？他有些鄙夷地问。当然不是，唐楚洛哪敢有这种想法？他们现在云泥之别，他根本不配好吧？那就最好，既然你已经得到好处，以后请别再烦我了。周家演的冷漠无情，让他愣在原地。原来他和颜悦色地谈合作，只是为了单纯的想羞辱自己。唐楚洛苦涩的一笑，看来只有他还在对过去的感情念念不忘，而某人对他只有恨。可是当年的事，唐楚洛明明都是为他着想，他才是受伤最深的那一个。父亲公司破产，让他没有多余的钱出国读研。不仅如此，他为了去飞机场见他最后一面，冒雨骑电动车，被一辆轿车撞飞出去数米。人在落地的那一刻，雨水混杂着鲜血，场面十分恐怖，而他当场疼晕过去。然而不知是谁造的谣言，竟说他因为爱上别的男人，才跟周家衍着急分手，急到连分手都不说一声，就火急火燎投入新男友的怀抱。周家衍因为伤心离开，一走就是5年，直到前不久新公司要开业，才舍得从国外回来。好巧不巧，唐楚洛竟跟他在酒会偶遇，这才有了后来的事。唐楚洛，你还好吗？见他在发呆，同事兼朋友的秦景云一脸关心地问。他不仅是朋友，还一直偷偷喜欢唐楚洛。老秦，这是我刚签的合同。他将烫手的合同递给了秦景云。你厉害啊，听说周家衍这人脾气不好，他能见你，还一次就签下合同，可见他对你的工作很满意。秦景云还跟他说了提成的数，就让唐楚洛眼放亮光了。5万？真有这么多？他每天通勤2小时，到家就累到虚脱，早就想买辆车开着上下班了。只多不少，突然有了这笔钱，你打算怎么花？我想买辆车。秦景云看他一脸的喜悦，也趁机地说，等你买车了，我请你吃饭，咱们好好庆祝一下。唐楚洛正是好心情，所以没多想的一口答应了。某日深夜，唐楚洛去酒吧捞闺蜜，远远就瞥见周家衍正跟一个女人在有说有笑。不经意经过他们身旁的时候，他才看清女人竟是何婉沁。那个在5年前跟他一起出国的女人，听说她还是一个富2代千金，不仅人美，还是个不靠家世的女强人，妥妥的白富美。家衍，我听说你遇到唐楚洛了，
要不要把我公司的业务也都给他？只见他微抿一口红酒，才眼神冷厉地说：“他还不配。”见状，何婉庆一脸笑意的往他身边靠一靠，很难得没有被直接躲开，就让他心里一阵的窃喜。过了5年，自己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，而唐楚洛也终是成为过客了。家眼，其实唐楚洛也挺可怜，听说他家里破产，最近过得很拮据，我作为他的朋友，就想尽所能的帮他一把。此时此刻，何婉庆给人一种温柔、善解人意的样子，而一旁的周家眼却冷哼一声：“你要帮他？信不信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？”本来还想多喝几杯，但周家眼这会儿更想出去透口气，结果撂下何婉庆一个人无情地走了。何婉庆眼巴巴瞅着他已经消失的背影，心里一个劲的懊恼。他本想在他这里博个善解人意，谁料竟弄巧成拙了。看来周家眼是真的恨透某人儿了。酒吧门口，唐楚洛本想当没看到，周家眼却故意走到他们身旁了。两人都没开口，喝得醉醺醺的闺蜜笑呵呵地指着他说：“乖乖，他真的好帅，帅哥，你有女朋友吗？”闺蜜一脸艳羡地盯着他，就差往他脸上啃一口了。唐楚洛只能尴尬地一笑：“对不起，我闺蜜她喝多了。”周家眼冷笑着逼近他脸前：“唐楚洛，说好别再烦我，你这是跟踪我吗？”他单手挡在身前，阻止了闺蜜凑过来的身子：“帅哥，你要是不喜欢我，那也没关系的，我姐妹正好单身，你可以考虑她呀。”果然好闺蜜，无论何时都忘不了帮她脱单，但此刻却有种社死的既视感。我对她更没兴趣。撂下一句话后，周家眼就转身要走，却被他拽住胳膊：“周家眼，你要没好到哪去，还不是跟何婉庆纠缠不清？”5年前，他人还在医院昏迷，据说周家眼就带着何婉庆在某国外的剧场听音乐会，两相比较，他也根本算不上痴情吧。你不要忘了，因为你的分手，我才成了同学里的笑话。唐楚洛，我跟你的事永远不会善终。周家眼坐上路边的豪车，扬长而去了。而被甩在身后的唐楚洛望着绝尘而去的车子，禁不住小声的骂：“有钱就了不起了，还不是一样被他甩？洛洛，刚才帅哥看上你了，真好。”闺蜜一脸艳羡地说：“他是恨透我了。”唐楚洛说完，将闺蜜扶进了出租车。一路上，她心里别提多火大了，又爱又恨的矛盾感情，险些让她抓狂。为了消火，第2天一早，唐楚洛就请假去提一辆新车，花着因他而挣来的提成，这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。一家餐厅里，秦景云举起红酒杯，脸带羞涩地说：“说好的我请，怎么能让你破费？”看着桌上丰盛的饭菜，他心里不禁窃喜。看来唐楚洛也是对他有好感，如果可以双向奔赴，他们一定是最幸福的一对了。我今天提车开心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秦大哥，听说你刚刚提了部门经理，祝贺你。你也是，提新车快乐，咱可要说好了，下次换我请。秦景云这话可是有含义的，不声不响就预定了下一次的约会。唐楚洛客套地答应了，他以为是一次简单的回请，却不料被秦景云误会，对他有男女的情谊。
唐楚洛本就是神经大条的人，所以并未察觉他深邃眼神里的异样。而站在不远处的某人却看得俊脸越发阴冷，原来他的不屑一顾是因为身边有一个备胎。女人对你的背叛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而周家衍就是这个冤大头。他愤愤地最后看一眼，冷着脸地摔门离去了。小公寓，楼道里漆黑一片。唐楚洛刚从电梯里走出来，就被一个手拉到角落里，肆意的强吻，让他起先还在抵死的挣扎，但察觉出熟悉的气息后，他用力一咬，双唇间多了一股子血腥味，让彼此终于松开了。你疯了！周家衍吃痛地抚着流血的唇角。那也是被你逼疯的，周家衍，你吻过何婉沁的嘴，我还嫌脏呢。在酒吧的时候，虽然灯光昏暗，但他依稀看见他们紧贴在一起的样子，别提多让他反胃了。现在竟还想强吻自己，他自然不会让他得逞。唐楚洛，我突然反悔了。他反悔就这么放过他了，5年前给的伤害不该这么轻易的被饶过。在我这里不可能吃回头草，周家衍，咱俩就不是一路人，还是各自安好吧。唐楚洛拭去唇边的血迹，一脸冷静地说。他是还没有完全忘记，但这是自己的问题，与跟他复合毛关系没有，就冲他那晚拿合同羞辱自己，两人这辈子都不会有戏。周家衍用手指掐住他的尖下巴，一脸冷意地笑着说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让你当我3个月情人，你可以拒绝，最多合同作废了。唐楚洛听他刚才的话，真有想砍人的冲动，他不会算准了自己刚刚把提成拿去买车了吧？若是现在作废合同，他哪有钱还给公司？那个，你可以想清楚，作废合同，你要付高额的违约金，一损俱损，真的有必要吗？我有钱，我不在乎。他一脸笑意地说，就这份云淡风轻，让唐楚洛更抓狂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真的只做3个月情人，不动感情的那种？他一脸狐疑地问。你以为我会对你有感情吗？我只是想玩玩而已。周家衍这时松开了他的手，两人四目相望，唯有冷淡。好，我答应你了。这话他是咬牙切齿说的。那就跟我走吧。让他简单收拾几件衣服，周家衍就开车带他离开，一路狂飙，到了位于半山腰的别墅。这里好凄凉。唐楚洛打量一圈，乌漆麻发黑的，透着一股子阴冷气息，但很值钱。周家衍对他一句，就去旁边开门。人活着不能只为钱，还要有爱情、亲情，患难见真情。他嘟着嘴的反驳，而周家衍则猛敲一下他额头，赶紧去厨房做饭。我饿了。这都夜里1点了，唐楚洛不悦地拒绝，而是坐在沙发里，将整个身子往后靠，别提多舒服了。我一天没吃东西，你给我去下碗面。说完，他就起身上楼了。在来到客厅时，周家衍已经换一身居家服，少了犀利的气势，给人一种慵懒的帅气，让端着一碗面的唐楚洛直接看吃了。想当年，就因为贪恋她的美色，唐楚洛才主动地追求周家衍，两人谈恋爱2年，有太多美好的回忆，只可惜初恋还是惨淡分手。看够了吗？周家衍朝他勾勾手，唐楚洛收起小心思，几步走过来，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
递到他面前了，趁热吃，我要去洗洗睡了。他起身想走，却被身后的手扯住衣角。周家言眼神略对恳求地说：“一个人多无聊，陪我一起坐会儿。”好啊。唐楚洛一屁股坐他对面的沙发了，傻傻地望着他，竟让周家言耳廓微红，脸颊也有些发烫了。你都是这么灼灼地盯着男人，唐楚洛，分开的这5年，你很缺男人。相反，我最不缺的就是男人。你是了解我的，看上的就会狂追，没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说大话谁不会？只要气势不被压，那这一切也值了。他与周家眼之间最不能输的就是气场。追上了又不珍惜，这是为你滥情找借口吗？他并未急着吃面，而是一脸挑衅地盯着他。唐楚洛轻咳一声，才悠悠地说：“我才没有滥情，滥情的是你，周家眼。就算分手，前女友遇到大事了，你也不该一走了之，还是跟新女友一起离开。该被谴责的是你。彼此间的误会只会越积越深，而他对周家眼的态度，也只会一如既往的失望。当年他重伤在病床，连给他打一个电话的力气都没有，就被传得沸沸扬扬，说他根本懒得提分手。他心中的苦楚，谁又能体会？我和何婉沁只是各走各的，坐同一辆飞机而已。唐楚洛，你敢为自己5年前的事做辩解吗？周家言猛然凑近，两人近在咫尺，唐楚洛却被他的气势吓得缩到沙发靠背上了。他微调整紧张心情后，才慢吞吞地说：“我爸的公司破产，所以负担不了我出国的费用。那你可以跟我讲。”周家眼家境一直不错，若是唐楚洛当初肯给他打一个电话，负担2人的出国费用，只是一个小事。我说得出口吗？他是女朋友的身份，提这样的要求好吗？更何况他已经重伤昏迷，等到醒来的时候，某人儿已经飞往某国外。如果他能等上几天，或许2人就不会是这个结局了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本就没有缘分，不是吗？但令唐楚洛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当年的事是何婉沁动用大的关系，把他受伤以及家里破产的事都通通隐藏起来，就连他受伤住院的消息也被一并封锁了。所以才会有了周家眼被悲惨分手的结果。你现在可以说了。周家眼吃了几口面，就给自己倒一杯红酒，微抿一大口后，眼神停留在他脸上了。一个纯净绝美的女人，到底在隐藏什么呢？还是她不过在为曾经的错，给自己找一个完美的借口罢了。唐楚洛微皱秀眉，迎上一双深不可测的眸子，淡淡的来一句：“我就是觉得腻了，所以才想着趁你出国分手。我就是见一个爱一个女人，这个结果你满意了吧？”时至今日，他竟然懒得解释，有必要解释吗？时过境迁，过去那么久，各过各的不香吗？那就直接来实际吧。周家眼一口干了杯里的红酒，几步走到他身边，拦腰将他抱在怀里，径直往楼上走去。既然没得感情谈，那就只用做得好了。我还没准备好。唐楚洛被压在身下，看到深邃而又火热的眼神，竟有些后悔了。又不是第一次了，你矫情没用。周家言指的是重逢后的那晚在酒店，是他们彼此的第一次，友谊就会有无数次，更何况这是他欠自己的，难不成还如情侣一般顾及他的心情吗？
在他这里，对女人的态度，除了女朋友，其他都是非女人，无需怜惜。我没矫情，我突然来大姨妈了。唐楚洛眉头一蹙地说。周家眼猛然弹开，指着门口的说：“你可以出去了。”对他竟如此的无情了。唐楚洛可以预料结果，但真到这份上，他竟还是绝望到窒息了。他虽然躺在柔暖的大床，但望一眼窗外的雨，还有小腹啾啾似有针扎般的疼，让他全无睡意了。门外这时传来敲门声。干嘛？他没力气地问。周家眼推开门，一脸淡漠地递给他一杯热水，多喝热水，明天还要早起做早饭呢。言外之意，轻伤不下火线。这3个月的时间，他要尽职尽责，做好一个情人的本分的。我是情人，可不是你的保姆。他不服气地反驳。周家眼眉头一挑地凝望着他，而某人秒悚地钻进被里，只听门口传来一句：“是你们张总亲口跟我承诺的，你作为这次合同的负责人，一定会努力配合我3个月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有钱赚干嘛要后悔？周家眼，你有过后悔吗？有，不该当死缠烂打就是爱。”周家眼最后瞅他一眼，才关门走人了。唐楚洛不禁朝门口嘟囔着：“我就是爱你，只是你现在不配了而已。”说完，他眼底闪过一丝轻雾，眼泪竟不经意地滚落下来，晶莹剔透，却透着一股子凉意。若不是被他算计，自己何至于如此狼狈？此时此刻，他真有点恨周家眼了。隔天的清晨，唐楚洛醒来的时候，就见他端一杯咖啡在客厅，看他好不容易下楼，皱眉头地说：“小区业主群里说会下3天暴雨，一会儿一起去超市囤点吃的。”凭什么？我要去上班。唐楚洛一脸的抗拒，她是新时代的事业女性，调侃一下就够了，不可能真的给她当保姆吧？周家眼眉头一挑的朝他叹口气：“你恐怕忘了吧，未来3个月，你都是我的情人兼保姆。唐楚洛，你老板都在尽力的奉承我，你应该认清事实。那我换身衣服总行了吧？过来。”他朝他勾勾手。干嘛？唐楚洛一脸抵抗地走近他，不过是随意地扫一眼，就被他帅气的样子惊艳到。果真男人30岁才是最有魅力的时候。把早饭吃了再走，原来你在关心我。唐楚洛心情尚好，坐他对面吃着豪华版的三明治，有滋有味，十分享受。我只是怕搬运工太怂。周家眼掐住他的下巴，一脸深意的又说道：“别太天真了，容易上头。”看他已经上楼的背影，唐楚洛不禁暗自咒骂道：“周家眼，你长得也就一般般，谁会对你上头？打死我都不会再对你动心，好吧？”超市里，周家眼正在挑选，而身后的唐楚洛大包小包提溜着，他就搞不懂了。明明超市有购物车，某人偏偏要这么针对自己。难道分手即是仇人？有必要这么明显吗？你都用哪一款？他冷淡地问。唐楚洛瞅一眼一旁货架的计生用品，脸颊一阵的红透了。那个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他因为羞涩，说话都结巴了。周家眼看他样子古怪，轻敲一下额头：“你少想歪了，我指的是一旁的卫生巾。你不是来姨妈了，一早还嚷嚷要来超市备齐，这就开始惦记男欢女爱了。”他不留情面得揭他老底。
这有什么？男欢女爱对我来说再次正常不过了。周家衍，你别跟我说那晚是你的第一次，你难道不是吗？他低声地反问他。当然不是。唐楚洛为了掩饰羞红脸，转身去一旁挑卫生巾，而站在他身后的周家衍看破不说破的一笑。某些人死鸭子嘴硬，他貌似已经习惯了。我去买牛肉，你自己慢慢挑吧。他转身走了，身后的唐楚洛忍不住小声嘀咕，我看你就是不信，不信也没招，那确实不是我的第一次。他还在抵死辩解，而周家衍背着身只是淡淡一笑，是不是第一次，那晚就已经知晓，何必事后再狡辩。唐楚洛、秦景云朝他招手，两人走近了，他一脸的惊喜，两人还真是有缘，随便都能遇到。秦景云，这个超市很偏，你也在这附近住吗？据说来这里逛超市的人都是非富即贵，想不到一向低调的秦景云竟也是个富二代。我姐在这附近住。唐楚洛哦了声，正想问一下公司的事，竟被身后的人唤一声：洛洛，我们该回家了。这位是周家衍，直接站身后，挽上他的纤腰，就让秦景云脸色一变，整个人都变消极了。他一直想追的女人，原来早就名花有主，顿时觉得好失落。我是洛洛的男人，很高兴在这见到你。秦景云终于想起来了，眼前男人就是最近一期杂志封面的人物，神秘且优秀的青年才俊周家衍。专访里曾提到，周家衍是一个商业奇才，短短7年的时间就在国内外都成立公司，而他现在的身价已经远超10亿，不算最有钱，但相较于所有30岁的男人，他已经十分出彩了。而秦景云已经32岁，还是一个车房有贷款的人，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周先生，我也很荣幸见到你。秦景云一脸殷勤地说，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可以不追求唐楚洛，但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难得的成功机会。不得不说，秦景云是很现实的。听说你在追求洛洛？秦景云连忙摇头，没有的事，我敢发誓，从未对他有过半分的心思。周先生，如果有机会，我能去拜访你吗？我会让秘书安排。秦景云望着看已经远去的一双背影，不禁长吁一口气，万幸他没有开始追唐楚洛，不然唯一的成功之路就要变窄成死胡同了。真是没出息。一上车，唐楚洛就小声地嘀咕着，没想却被周家衍听得真切。他薄唇微扬，大多数的人都会如此，唐楚洛，也就你这么一个傻瓜，敢将我抛弃，那我才更牛啊！唐楚洛懒得再解释，他心里祈祷，在睁眼时希望就是3个月后一切都回归正常，他们再不要重逢了。唐楚洛，你都没有心痛过吗？周家衍余光瞥向了他。在国外的那5年，他可是用很久的时间才从失眠和厌食中走出来，而那时他已经瘦得不成人样，这一切都是拜唐楚洛所赐。但现在看来，分手后伤心的只有他，而唐楚洛却过得如鱼得水，没有半分难过的痕迹。原来他终归是错付了。与生死相比，心痛也就不算什么了。唐楚洛正在陷入回忆中，手竟被周家衍牵住，他一脸冷漠地说，别整这么肉麻，过完3个月就放你走。
希望你说话算话。”话落，他就被丢进车里了。好痛！唐楚洛扶着自己的腰，一脸气愤地瞪一眼他，却被周家眼直接无视。痛吗？他会让他后悔做过的一切。周家眼，你疯了！要是再敢爬上我的床，我就对你动真格了。他这一个月，除了吃饭的时候能够稍微的休息一下，其余时间都被某人在欺负。现在只要天一黑，唐楚洛就开始害怕。这不，周家眼刚走进卧室，他就开始发飙了。他可以很负责任地说，一切没有爱的折腾，都在耍流星号忙。这是我家，你是我的情人，我享受属于自己的人，有问题吗？周家眼将他抵在角落，用指尖划过他的脸颊，如丝绸般的触感，让他嘴角闪过一丝笑意，似笑非笑的邪魅感，让唐楚洛竟意外的上头了。该死，她竟然对前男友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那我申请请假。唐楚洛双手要将她推出卧室，却被单手扛在肩上，径直往大床走去了。她被直接丢在床上，还来不及反抗，周家眼就轻身压向了她，一脸邪笑的在粉唇啄一口，乖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周家眼，你为了报复我而这么费尽精力，你知道真相会后悔的。他们的分手仅仅是一场误会，本来时间久了，唐楚洛才不愿讲出真相，现在被他这么一闹，更不想讲清楚了。既然他要报复，那就不如互相伤害呀。唐楚洛一个翻身，将他给压在身下了，一双小手掐住他的下巴，低头强吻过去。一番的纠缠过后，眼见周家眼脸色微红，他更是嚣张地用手在身上游走，撩拨着他的敏感神经，却不给他释放的机会。一番的操作过后，周家眼已经全身热到发烫，他反手抓回主动权，低头的热吻正是游戏的开始。今晚又将是一个不眠不休的夜。周家眼，其实我没有背叛你，但现在我已经不想解释了，祝我们分手快乐。唐楚洛以为他已经睡熟了，才在耳边低低地说着，自言自语中透着几分酸涩。他在答应做他情人的那一刻，心里就清楚，他们这一次重逢不会再有爱的可能，不过是周家眼想要一个结果，一个惨淡分手的结束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在最近的一周里，周家眼与他在一起时更加的变本加厉，不禁让他主动的取悦他，还有几次甚至累到他晕过去，不死不休。周家眼这是要逼疯他的节奏。起来吃饭。他破天荒地做好早饭，而窝在床上的唐楚洛只是淡淡的一句：“我很累，没胃口吃饭，能让我再睡一会儿吗？”周家眼在他粉唇亲一口，便将人儿从被窝抱出来，直接放茶几旁的沙发里了。人再回来时，两人面前已经摆好了丰盛的早饭。吃完早饭，我们去个地方。好。唐楚洛懒得反驳，如果反抗没有鸟用，那他直接接受好了。反正再有1个月，他们就再无交集了。只是真到那一天，他会舍得吗？才不过同居了2个月，他就又陷进去了，真的好没出息。周家眼将一杯温牛奶递给他，多吃多喝，你体力太差了。他意有所指的是，让唐楚洛脸颊红到耳根子了，连忙反驳地说：“试问天天不休息，是个女人都要崩溃的好吧？周家眼，你要是嫌我不好，那就找别人好了，我乐得给他腾地方。”
他才不稀罕当他的情人，又累又困，还要被他一顿嫌弃，还有天理吗？等回来我就放你走，从此以后我们就互不相欠了。唐楚洛，你现在挺得意吧？周家言猛地凑到他脸前了，四目对视，让他本能想要往后退，却被他用手托住后脑勺，不断靠近的紧张让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周家言，不是要出门吗？走吧。他先起身了，在转身的瞬间，深邃的眼里透出一丝的情意。这一次回他的老家，就是为了弄清楚当年的真相。为什么在出国前，唐楚洛会突然的失联？以及他说没有背叛的话，周家眼心里一团乱。时至今日，他也只想要一个真相。在车里，唐楚洛望着导航最终的地址，不禁狐疑地问周家眼：你到底要去哪？回我家呀，不然还能去你家吗？周家眼一脸笑意地拿话堵他：去你家？他越听越迷糊了。周家眼眉头一蹙地说：最近家里总是催婚，带你回家挡一下，你也不吃亏，回来后咱俩的事就算两清，而且我可以跟你签5年的合同。周家眼，我是很缺钱，但我也有自己的底线。他没好气地对道：有钱了不起呀，他最烦拿钱收买人心的人。那好，我们现在打道回府，正好我也想你了。周家眼说着就要点头，却被他笑嘻嘻地拦住。我想了想，你白给的钱是真香，哈哈。开了一天的车，终于到老家了。唐楚洛以为他会带他直接回来宅子，谁料周家言把他丢酒店后，特意的换一身新衣服，竟自己出门了。不得不说，他的一举一动十分的可疑。犹豫片刻，他决定跟着去瞅一眼，看他到底在玩什么花样。唐楚洛跟到最后，竟来到自己家门前了，望着他一脸紧张地走进去，他竟直接被整蒙圈了。客厅里，周家言打量一圈屋里的简单的陈设，心里才确信唐楚洛说的破产是确有其事，而不是为自己狡辩的借口。叔叔，阿姨，我这么冒昧的来家里，只是想知道5年前的真相。他拘谨地开口。唐叔叔叹口气地说：我最近喉咙不好，还是让你唐阿姨告诉你吧。说完，唐叔叔就去一旁的厨房洗水果了。5年前，你唐叔叔的公司破产，家里一下子拮据许多，所以就打算取消洛洛去国外读研。但一想到你们正在热恋中，我跟你唐叔叔就决定卖掉房子，也要让他跟你一起走。谁料房子刚卖完，洛洛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，这钱也就一直没派上用场。听说你现在过得很好，也有了心仪的女朋友，那我们也就放心了。唐阿姨说完这些，眼眶竟起了一层水雾，看着眼前的小伙子到底与女儿无缘，她心里又岂能好受？阿姨，可是洛洛从未主动联系过我，我还以为他已经爱上别人了呢。5年的时间，1800多个日夜，但凡他说有一丝的想念，周家眼都会义无反顾地回到他的身边，然而并没有，这就让他心如死灰了。唐阿姨微微叹口气，才低声解释地说：那或许是因为他不想拖累你吧，毕竟在康复做复健的那段时间，唐楚洛被医院判定很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。你说那种结果，他可能舍得联系你吗？小周，阿姨能求你一件事吗？阿姨，您尽管说。
不管你心里咋想的，是否还爱着洛洛，阿姨都恳求你远离他。妈，不知何时，唐楚洛已经站在身后了。他一脸恼火地看一眼母亲。妈，我跟周家演的事，我们自己会看着办。不管他做过什么，我都没有怪过他，从来都如此。说完，他拉着他的手，两人急匆匆走出了公寓。单元门外的路灯下，我没想到你会来见我爸妈，如果早知道，我会劝你趁早别来。唐楚洛递给他一瓶水，是想让他喝口水冷静一下。你家里破产，你受伤了，为何不告诉我？周家眼一脸严肃地问。唐楚洛憨憨一笑，你都要出国了，我还没有醒来，等到想说能说的时候，你跟何婉沁一起出国的消息已经谣言满天飞。我觉得吧，之所以这么扯，或许就是我们没缘分。周家眼都没来得及问你一句，这5年你过得还好吗？从他们重逢开始，似乎都在不理智，根本没机会简单的问候一声。现在回想一下，其实分手了又如何？成不了恋人，也没必要成仇人吧。各自安好才是最好的结局。不好，很不好。想用半年时间忘记你，谁料竟用了5年。然而在回国重逢的那一刹那，我才猛然醒悟，自己哪里是忘记你，分明是不敢接受，心里一直都有你的这个事实而已。周家眼无奈地叹口气，不是不爱了，只是把身后的那份爱埋进心底了，再不敢去碰触了而已。不然又怎会看到他跟男同事吃饭就方寸大乱，甚至于荒唐地打着情人的幌子，把他强留在身边，每夜不知疲惫的纠缠，不正是因为放不下，而变得越发执拗了呢？他不得不承认，自己一直都深爱着唐楚洛，从未变过。唐楚洛嘴角轻笑，踮起脚尖的用手攀上他的脖子，在耳边轻声细语地说：周家眼，你要不要跟我和好如初？和好了，我们还能整夜都腻在一起吗？他脸颊微红地反问着。在他印象里，唐楚洛是抵触男女之事的。他笑着在薄唇轻咬一下，才羞红脸地说：你要适可而止，毕竟要想过好一辈子，你要懂得细水长流。说完，他的小脸已经红到滚烫了。周家眼将埋在他怀里的小脸托起，一脸深情地说：洛洛，我不会说有多爱你，因为我早已把你刻进骨子里了。情侣或许会因为误会而分手，但对彼此的爱会让他们重逢，再一次的相爱，永远不要分离的那种。全剧中，